丁丁不见了啊？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，丁志远跟我说的。不是你先别着急，丁丁是不是去同学家了没告诉你们呀？不会，他从来不会这样的。我想该怎么办？你先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，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。然后你把小丁能去哪儿你列出来给我，我们一起去找。别着急。爸，出事儿了！曼丽姐的儿子失踪了。啊！你快帮忙想想办法呀！你别着急，我打个电话啊。你给我派个车，我去帮忙找找啊。好，让老王跟你去啊，别着急啊。那边有吗？啊，我去看看。没有啊，没有。你找到没有？我这边也没有呀，去哪儿了呀？这是我们刚才去的2楼。对，我再帮你找一下啊。哦，哎，那个谢谢啊，麻烦了。如果有什么消息，给我打电话啊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没有，你那边呢？走，先上车吧。哎，前面右拐。这附近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一遍了。哎，你说这孩子他能去哪儿啊？我刚才已经报过警了，警察正在排查录像，他们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。我爸也找交警大队的朋友帮了忙，说要是有小孩发生车祸，会马上通知我们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跟丁丁说过的，过马路要看灯，就算是绿灯，也要来回看看才能走的。走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来，走，没事，好好睡，不睡了，好好睡。不。曼丽姐，现在还没来电话，小丁肯定没事儿。你别着急，现在天眼系统这么发达，听不了的。哎，不会的，孩子这么大了，被人贩子带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我们先不要瞎想了，首先要做到的，是我们要稳定下来，先捋一下他有可能会去哪儿，千万别有什么纰漏。你站住！你是谁啊？你大晚上在我们家门口晃来晃去干什么？我走错门了。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住哪儿的？你干什么的？阿姨，我不是坏人，这以前是我家，我就是想来看看。你以前住在这儿？差
朝北的那间房间是我的卧室，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外滩3件套。那你这么晚来，你是想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小朋友，已经很晚了，你早点回去吧，不然你爸妈要担心了啊。阿姨，我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就只是看看。王总，王总，王总，王总。哥，这次尚纯被抓，安盛股票大涨，多亏了你，安盛不能没有你。就这么有信心，董事们会让我重回安盛？那是必须的。过去我也这么认为，但事实上，作为一个公司，没了谁都会照样运转。而且这段时间我发现，不只是安盛可以没有我，我也可以没有安盛。哥，你不会是不想回来了吧？不用去操心工作，每天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不好吗？你就不担心你天天在家待着，你喜欢的人嫌弃你啊？我才不会呢。说认真的，如果董事会通过决议，你必须得回来。先不说这个了，你的那笔赌债，我给你凑好了一半，那2套房产也有人出价了，凑到一块正好够你还债了。你的房子留着跟你喜欢的人结婚用吧。我已经准备把我妈那套房子卖了。不是舍不得吗？是舍不得。可是我相信，如果我妈在的话，她会支持我的决定。她不像大家所说的那个样子。我知道。哦，对了，那些钱我不能白拿你的，我用我的股份抵给你。不用了，算我借你的。你借我，你就不担心我不还给你吗？亲兄弟明算账，让我心里舒坦。行，就照你说的办。比起我自己的事情啊，安盛资金才是大问题。这身体还没恢复呢，就开始操心起工作了。我们小王总成熟了啊。那不操心不行啊，哥，说句肺腑之言，我想让你帮我。安盛现在元气大伤，资金方面出现问题，2期项目悬。如果现在有人想投资安盛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谈一谈？小苏啊，老太太，你这手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受了点小伤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哦，这位应该是王思薇。太太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位就是王菊安吧？对。
好眼光。要说眼光好，何太太您更胜一筹啊！转型旅游业做得风生水起的，像您和先生这样白手起家的企业家，才值得我们敬佩啊！是何太有意投资安盛，说明您的眼光是一流的。你看看这二位会说话吧，这一句话呀，把我们两口都给夸了。快，来坐。好，来，我来。快点。对，你们不用跟我确认了，这届汉服展我就不参加了。我现在在嘉汇国际医院陪我妈。当然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这2天吧。有一件事情啊，不能再拖了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安盛不好好的吗？今天早上我看股价还涨了。有什么事儿比身体更重要啊？我想让董事会重新考虑安盛总裁的人选。您是说，您想让安哥哥回安盛？是啊。当初我赶他走的时候，你不是还怪我吗？那个时候呢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。后来你不说了吧，我倒开始反思自己了。妈，您怎么也这样啊？这就是人生的悖论。你看啊，这个颜色和总体的设计真的特别好，点睛之笔。市长，您大病初愈，还特地赶来，我们真的过意不去呀。不过看到您恢复的这么好，大家都很开心。感谢大家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，对于我和安盛集团的信任和支持。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所以还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一起并肩作战。董事长，我提一句，安盛的股价能够得到稳定，王总，我是说王居安王总，那可是功不可没呀。
有没有可能把他请回来呀？这怎么可以啊？你这不是朝令夕改吗？有一句讲一句啊，王总的业务能力虽然突出，但是他搞出了这么多丑闻，万一他一回来，我们的股价又跌了，你这怎么办？你怎么好了？你们别争了。关于王君安是否留任，我们进行举手表决吧。同意的，请举手。好了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尊重大家的意见。紧张吗？有点儿。还是想回来？我是在担心他们要让我继续担任 CEO， 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。反对占多数吧。太好了，对于安胜，我俯仰无愧。眼下，我只想抓住最重要的。一开始工作会有些困难，而且会有人质疑。我一向喜欢挑战，不想在舒适区待太久。你没有影响工作，所以你是结婚还是离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有想法就早做准备，万一机会来了，就要一把抓住。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兄弟几个要团结，在具体事务上，我和思维有点分歧，那也是正常的，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爸妈都不在了，只要我们三个觉得我们是亲兄弟就行。
你们是我的英雄，是整个安盛的英雄，我们将战无不胜。战无不胜！今天的你很帅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19条、第221条、第266条、第234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上纯犯侵犯商业秘密罪、故意伤害罪、诈骗罪、损害商业信誉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6年。被告人李琦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被告人汤恨水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你怎么来了？毕竟夫妻一场。曼明，对了，有件事你应该知道。王思威说，当年夺地板的事是他捅出去的，让你别再怪王俊安了。王思威？他为什么？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你该考虑自己的将来了。将来？我还有什么将来？上车吧。兄弟讲的是感情，不是血缘。我再说一遍，夺地板的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。面子比人命还重要吗，兄弟？哎，就帮我出出主意，你别跟我说教行不行？你确实做错了，害人害己啊！以后啊，我罩着你，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同学，最好的兄弟，好兄弟。谁啊？来了。
来了。你要不要进来？屋里有点乱啊。你要来坐这儿。时间挺快哦，1年的邻居，也是一眨眼的功夫。是啊，我感觉你带我看这套房子的时候跟昨天一样。明天就走啊？嗯，上午。哦。可乐让我过来跟你说再见。那，你帮我跟他说，赵叔收到了。再见。啊，那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儿要说吗？我想说，什么？还有啤酒吗？昨晚如果说了不该说的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。我们都是成年人了。也许吧。啊，可乐要醒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你为什么不能承认你喜欢我啊？为什么不能承认啊？你知道25岁的小姑娘和35岁的女人区别是什么吗？差10岁。25岁可以为了爱情奋不顾身，可是到了35岁的时候，会顾虑重重，衡量利弊，因为他们要对自己每一个选择负责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你妈妈知道你的女朋友不但比你大，而且还离婚带娃，她会是什么反应？她的反应跟我的决定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在乎她的看法，是因为这些问题现在只是想象，说说容易，
可是变成现实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如果你妈嫌弃我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你妈不喜欢可乐，你又会怎么做？这些问题不是一句你不在乎就可以解决的。婚姻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它既关乎到可乐，也关乎到你父母。当然，我相信你是真心的，但是我不相信你有处理这种琐碎事情的能力，我也不相信我自己有这种能力。所以，继续做朋友，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来这儿住快1年了，我妈从来都没来看过我？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因为我告诉她有你，她知道你离过婚，她也知道你有一个孩子。我不让她来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她打扰我们。你都告诉她了？一开始她确实很反对，但是我跟她解释了，最后我妈决定尊重我的决定。所以你说那些障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我没有答应做你的女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也会怕呀。你怕什么？你所有的那些担心我都怕，但是我不能逃避，我得面对啊。而且我不想得到你的答案以后才去这么做，因为我不想让你跟我一块儿背着这些压力。我知道，我们俩在一起以后可能还会遇到别的问题，我也不能保证我全部都能解决得好，但是我一定会尽力，不让你受委屈。我之前一直不告诉你这些，是因为我不能确定你是不是也喜欢我。可是经过昨天晚上以后，我确定。你之前问我的问题，你先想好答案。什么问题？你说，如果我妈和我的女朋友同时掉到河里，我会先救谁？救谁？我妈。她会游泳。余生，请多指教。看看你还删了，天哪，你这动作够快的，结婚证都领了。你看看，我也觉得有点快，我总想着谈恋爱嘛，得有个3年5年的再领证。我这么着急忙慌的把自己嫁了，是不是显得我太不矜持了？天哪，少来了吧你！我都怀疑这是不是你偷了人家周远山的户口本自己去领的？什么呀？是他逼着我去的，人家非得给我一个家。天哪！我想着那就不矜持就不矜持了吧。你这喜酒打算什么时候请我们呀？喜酒就不办了，太麻烦了。我们打算旅游结婚。哎，不过红包都得给啊，一个都不能少。那必须的呀！我给你准备个大红包。你经过了这么多的波折，终于有了个好结果，多不容易啊！我们都替你高兴呢，是吧？来，我们举杯为青青庆祝一下，祝贺！谢谢。哎，不过好像喜结良缘的也不止我一个吧？我就怕我这红包在兜里还没捂热，就得给出去了。啊，我们暂时没有这个想法，还没这想法呀？老王好不容易想结婚了，你再不抓紧，他又变成不婚主义者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是他的损失啊。婚姻这种事情啊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我目前的目标啊，就是要把事业的基础先打好。哎，对，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女人搞事业远远比谈恋爱来的回报率高多了。
你这个已婚人士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呀？我已婚怎么了？已婚我也是经济独立的自由女性。现在想明白了是吧？还不晚吧？对了，那丛姐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你和那个赵祥庆，对，没想到你们斗来斗去这么多年，竟然还斗出了深厚的感情啊！可不嘛，这就是人家说的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老天爷都安排好啦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没有，我跟他只不过……哎呦，喂，你接到可乐啦？那赶紧回来吧。他要吃奶油蛋糕，不行，他那么胖了，少吃甜食。用自己的零花钱也不行。水果可以，其他的不需要了。哎呀，好了，自己看着办吧啊，一会儿见。喂，你赶快回来吧。哎，好了，就这样吧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们俩，我跟他真的没有考虑以后的事情，真的。那就考虑现在吧。哎，好，来。王姐，快来，好，多吃点啊。谢谢阿姨。真是谢天谢地啊！你终于没事了。你是不知道那些日子，我们家终生哭的呀。妈，你别瞎说，谁不哭了？你不信，你问你爸。终生是挺不容易的，但是真正遭罪的还是王姐。我们也不知道能为你做点什么。我做了这么一桌，这个都是家常菜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，随便吃啊！来，先吃块牛肉，快，多吃点啊！看你瘦的，牛肉，来，多吃点鱼。够了，多吃啊！好。其实不用你们说，我也知道，终生为我做了很大的牺牲，不但没有出国，还差点休了学。那叫什么牺牲啊？我只是发现了，什么对我来说才是更重要的。哎，叶叔叔，总之呢，你是为了我才放弃公派留学的，应该给我个机会补偿。放心，费用由我来出，以你的成绩，无论去哪儿都没有问题。而且我现在也很有信心，无论我们分开多久，距离多远，我们都会永远在一起。可是我不想跟你分开啊。那没关系，我可以跟你去陪读，我陪着你。不行，你现在身体还没调养好，不能到处乱跑。爸妈，我想过了，其实出国读书不一定是更好的选择。现在国内的教育资源也挺好的，而且我之前想出去呢，是想去外面看看，觉得山的那一边可能有不一样的精彩。不过经历了这么多，我才发现，去哪儿不重要，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而你就是我的家，是让我扎根的罗马。我一辈子都做你的罗，做你的马。谁让你做罗做马？赶紧吃饭了。快吃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呢？是我上次看直播的时候买的电动牙刷。咱们不是说一直想去罗马吗？这个牙刷它的名字就叫罗马柱，是不是跟我们很有缘分？是不是阿姨？好。其实每天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，我就在幻想，跟你在一起该有多美好。别瞎说，妈妈看着呢。来，快吃。你让我去市场部当主管？对，是我朋友开的公司，规模不比安盛小。你跟王娟安的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，热度也散得差不多了，你现在应该好好出来工作。谢谢董事长的挂念，可是我怎么还记恨我啊？千万别误会，只是我有了新的职业规划。哦，真的？哎，那你有什么新的方向吗？具体是哪家公司？
不是公司，我准备重新回去学服装设计。服装设计？我听天灵说过，你好像有这方面的基础。小的时候一直在学美术，大学的时候呢也想报考过设计专业，出于现实的考量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工商管理。董事长，我记得您曾经问过我，梦想是什么？你说梦想是奢侈品，对吧？是，我觉得梦想是每个人身上最贵的东西。可是你都工作这么多年了，再从头开始，能适应吗？不去尝试，就永远不会有答案。我不想被过去的自己困住，想勇敢一点。所以，董事长，您的好意我可能要辜负了。其实，给你介绍工作，也不全都是为你，更多的是为我自己。因为我内心有愧，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跟你道歉，所以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。董事长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你说的对，人呐，就是应该勇敢一点。我承认，我曾经利用过你，也想拆散你跟王觉安。其实你都知道，但是你还一直帮我，真的对不起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还是说说你的理想吧。你喜欢做什么就放手去做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谢谢董事长。慢一点啊，小心一点。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别着急呀，马上就到了，不能睁眼啊。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哎，